刘总的命案，警方已经介入调查。我见过刘总，我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给你大概2个星期的时间去解决8000万的问题。虽然我没有证据，可是我见过他签下的借据。作为主席，私自挪用大笔资金，你早就已经没有资格当我们的主席了。真心对待一个人换来的背叛，原来是那么的痛。叔叔用2000万买了公司的股份，还缺6000万，怎么办？明天是你跟妈咪的结婚周年纪念日，你一定不记得了。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的记住了。那我们明天一家人一起去庆祝 ，OK？ 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，所以你不要因为 Daddy 以前的错无视他现在的好。人生有多少个25周年庆呢？难道你们要这样一辈子吗？Daddy 妈咪，银婚快乐！谢谢。哎，干嘛跪下？起来。Daddy， 妈咪，谢谢你们把我抚养长大，谢谢你们一直无微不至的照顾我、关心我。没有你们，就没有我。我会一直在你们身边，孝顺你们，做你们的乖儿子。Daddy， 妈咪，谢谢你们一直包容我、宠爱我，把最好的都给我。我希望 Daddy 妈咪永远都爱对方，一辈子都在一起，一直相爱到老。不透明的门，在不同你那片绿洲，我们各自分手。起来，起来，乖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有种心痛的感觉。杨立威，你只是一个入侵者，别入戏太深。哦，不如我们派上全家福吧。我终于明白，爱在换季后才能释放自由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。我忽略自己，就以为遇见你。没办法，好可怕。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
长，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。因为成长，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。我是不是那个负责拍照的？为什么都看不到我？因为你每次答应我们去旅行，最后都失约。你确定我们只是投3分球定输赢？你从来不打球，我怕你遇到啊。好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你是自信心不足，跟你玩个游戏啊！认准目标，全力以赴，这就是你今天要教我的，对吗？是你自己领悟的。My best daddy。没有时间，没有关心，没有爱，至少你有钱。不给钱，我还理你干什么？浪费我的时间。你妈咪今天煮了很多好吃的，要多吃点啊！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吃饭？都没有好处。你到底会不会演戏了？你老爸不行了，你比他更不行了。他演得不好是你没有用，是你不行。要骂人找别人，这种机会我女儿不想。我对你在外面那些事已经很容忍了，为什么要带他公开露面这样羞辱我？明明是我乱撕裂，不然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看到以前的情书，突然兴奋扑过来，你看清楚，我没有抱他，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想这个家散了。我不是有心要杀你的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是我以前不好，我让你受委屈。杨立威，你只是一个入侵者，别入戏太深。不如我们拍张全家福吧。从今以后，这世上再也没有李瑞明了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你要去哪里？上健身房，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啊。去换件衣服吧，跟我上律师楼。怎么突然来找何律师？我以前和他见过吗？之前是你找他办离婚协议的。这样也好，以后我有什么事，至少不会牵连你跟孩子们。没想到我在你心中是那么无情无义的人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让两位久等了。何律师，请坐。李太太，转售你们联名物业和房产的买家已经找到了，相关文件您带来了吗？这是你需要的相关文件。谢谢。房子卖了，以后你和孩子怎么办？我考虑了几天，这是唯一帮你还清8000万的办法。2间豪宅，再加上我们手上所有的产业，估计有6000万，再加上你卖掉的股份，刚好凑出8000万。可是这样一来，你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不需要这么做，
我不希望看到你和孩子吃苦。一家人要共进退，难道你要我见死不救，丢下你不管？我做不到。李瑞明，你真的是太幸运了。是不是把房子卖了，就可以解决问题啊？Daddy 就不用坐牢。虽然我们将会失去大房子，但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家。是我连累大家。没关系啊，妈咪说的对，我们失去的是房子，不是我们的家。那我们以后去哪里？该不会一家人去这边吧？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这房子呢，是我跟你 Daddy 以前因为生意失败、面临破产的时候住过的房子。那时候我们一起奋斗、打拼，最后成功振兴成庭地产。这里有我们最苦，也有最美好的时光。所以当时候我就把它买下来，本来想做个纪念的，没想到今天我们又回到这里了。虽然过去的事我一点记忆都没有，不过我相信这个房子一定会让我们再次成功的。好啦，大家整理一下房子就可以搬进来住了。建文啊，这间房间是你跟你哥哥的。我跟哥同房，这样很没有隐私的，而且房间又小，又没有厕所。房间虽小，但总比睡街边好，对吧？你就当体验生活，到时候导演叫你演穷人的角色，你也可以诠释的比较好啊。演穷人就要穷过吗？那演妓女不是要去做妓？哎，都是Daddy不好，害你过穷日子。Daddy跟你保证，会努力工作，赚钱补偿，好吗？不要再宠他了。现在我们没有王公主了，这里没有公主，只有灰姑娘。灰姑娘就灰姑娘，可是我只是暂时演一演，不要让我演太久。灰姑娘也好啊，她是女主角。还遇上一位最帅的王子了。哈哈，好了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一定会一起搬回王宫的。没想到你会以贱价把产业卖给银行，我真是佩服你。靠女人这一招你也用上了，羡慕吧？可惜没你的份。你不觉得很丢脸吗？你吃软饭呢，那总比吃牢饭来得好啊！而且是爱心软饭。只有思婷才会这么傻，被你利用。这句话应该对你自己说才对，啊！喂，思婷，这是我的辞职信。为了我哥，有必要这样子牺牲吗？当你面对考验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谁是真正对你好的人。我真不明白，我对你很失望。这句话，我早就深刻的体会了。我相信，我跟你哥往后一定会过得很好。为什么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？你宁愿相信他，也不相信我。你一定会后悔的。
找我。该死的，是那些伤害我的人。我要让他消失，永远消失。我可以帮你，让他永远消失。你知道魏云大难不死回来之后，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？你曾经买凶要杀他的事情。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糊涂的事情。这件事，我只跟你一个人说。最近钱不好赚吧？我们认识吗？不是喝醉酒的女人你才愿意服务吧？看来我想静静喝杯酒，放个假也不行啊。放心，加班费我会补贴你。怎么又是他？我不是送他下地狱了吗？这次送他上天堂，而且是单程票，别让他回来。加班费我付你双倍。我有好几次下手的机会，可是每到紧要关头，总是出现状况。那个家伙命真大。刚开始，我以为这全是巧合，可是后来，我慢慢怀疑，有人在暗中保护他，所以，我不再采取行动。这是魏叔，你的任务到此为止。结束了？为什么？他的厄运才刚刚开始，现在就让他死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我要他慢慢的死，让他享受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走吧。走吧。不要了，妈咪，喂。这里。OK。哦，OK。怎么样，可以吧？可以。阿米，艾迪，来，谢谢，你们也多吃。怎么不吃啊？我们忙了一整天，就只是这样。哦，那你想吃什么呢？我想吃鱼啊，sushi、sashimi。妈咪煮的白斩鸡也很好吃嘛。我最讨厌吃白斩鸡了。
您知道我只喜欢吃烧鸡还是煮白斩鸡？不如这样吧，我去楼下打包，加个菜。你喜欢吃鱼，咖喱鱼头可以吗？不要管他。今天做的最少的是你，抱怨最多的也是你。你有什么不开心就直接说出来，不要找借口发脾气。如果合理的话，我们一家人就改进，改到你满意为止。如果不合理，你就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发小姐脾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我讨厌跟哥同房，我讨厌跟人共用厕所，我讨厌家里没有浴缸，我讨厌楼上有人走路的声音，我讨厌楼下打地基的噪音，我讨厌隔壁停车场的汽车声，我讨厌隔壁学校小孩的叫声，反正这里的一切我都讨厌。我讨厌我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我讨厌你们，我讨厌这个家。让他静一静。可是，没事的，吃饭吧。饿了？我不饿。你要讨厌这个家，讨厌到什么时候？记得小时候有一次，你把一只挨饿的猫咪偷偷的带回家吗？你怕被我发现，就自己挨饿，把食物藏起来，留给妈咪吃。可是最后还不是被发现。那时候的我笨死了，又不是没钱买猫粮，还要自己饿肚子。那不是笨，那是因为你心疼猫咪，愿意为它挨饿，跟它分享你所拥有的。这比你花钱买最贵的猫粮给它吃，意义不是更大吗？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很自然的你就愿意去分享，去接受。没有人喜欢过穷日子，妈咪不喜欢 ，Daddy 跟哥哥也不喜欢。可是并不表示没有钱我们就不开心，对吗？可是我真的不喜欢现在这个样子。那你就当自己在演戏好了。你不是说过你要当一名好演员的吗？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笑着演穷人。可是要演多久呢？这就要看老天爷这个编剧了。不过，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戏，总会演完的，对吗？以前我跟你 Daddy 也试过一无所有，最后成功的跨越人生的谷底。这一次，我们需要你跟哥哥的支持，你能做得到吗？可是什么？我现在肚子饿了。吃鱼配寿司，这是你 Daddy 吃了晚餐之后坚持去打包的，怕你晚上会饿。我管不住他，真是慈父多败女。妈咪，我多拿一双筷子，我们一起吃。Good morning， Daddy 妈咪，你们要 coffee、tea or 米粉？自己去打包啦，只有咖椰肉地。Daddy 妈咪，请。今天真难得，我们家的灰姑娘公主亲自准备早餐。妹妹说她要演餐厅服务员，所以你们就好好享受她的专业服务吧。好啊。没关系，一次生两次熟。
这个也太熟了吧？你这个角色有待改善哎。我要求见经理。这样就要投诉我啊？我不是要投诉你，我是要表扬你。这么好，你是我见过最棒的服务员。这样好的服务，给你小费100元。哇 ，Daddy 妈咪，你们肯定没有把演艺细胞遗传给妹妹，你们演的比她自然多了。哎，我痛。对不起啊，这里是熟的，正好我来帮你敷哈。餐车执照招标，你想创业？你觉得怎么样？餐车的概念，前几年政府也有些补助的计划，帮助业者们进行餐车的生意。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，计划都没有成功，导致业者们都血本无归。不会啊，我们只要吸取他们失败的教训，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就行了。反正没有一样生意是保证成功的。如果没有尝试就放弃，那就已经失败了。没错。餐车好啊，那我们应该卖什么？寿司还是拉面？早餐，早餐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楼下有餐车的话，我的早餐就有更多的选择了。我的早餐不好吃吗？不是你的早餐不好，是妈咪煮的早餐太好了。妈咪哪里只有早餐好吃？妈咪是厨神，什么都好吃。你们的马屁太夸张了。不会啊，一点都不夸张啊。你也这样？哎，我们试一试吧。啊，我可以当模特儿，帮忙做宣传。我可以上网做广告行销，口号已经想好了，餐车的价格，餐厅的水准。好，你们不要这么兴奋，8字还没有1撇呢。我现在马上找地点，找车子，8字马上有1撇。原来一家人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奋斗，互相扶持，感觉是如此美好。富贵命算什么？还不如乐天知命。我们虽然穷，但却不苦。相反的，我们是穷的幸福，幸福的穷着。现在我们计划是这样搭了啊，长度是这样，宽度大概是这样。我们这个设计呢，应该是以这个为主。啊，对这个城市的规划跟发展一定会有帮助的。可以啊，这应该是可以。那明天下午到你办公室去交一个定金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谢谢，再见。以前你知道我怕胖，又爱吃甜点，都会帮我把一半的甜点吃完。你全都忘记了？为什么忘记的那个人不是我呢？为什么不是你默默在背后跟着我、看着我、想着我？为什么做这些事情的人是我？小恩，我真的不值得你再付出时间和心思。是，你不值得。上次说的那些话有多伤人，你知道吗？可是，每次当我见不到你，我就会开始想你。我也告诉我自己，你是穷光蛋的，跟着你不会有未来的。可是我的心根本不肯听我说。
我没有办法阻止我自己不去偷偷的跟着你，偷偷的看着你。瑞明，不要丢下我，我不会打扰你的生活的，真的。忘了我吧，你的存在注定会有人被伤害。那我就活该被伤害。现在我的心里只有我的家人，我老婆跟我孩子，以后也一样。是他们让我知道什么是患难见真情。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的家人，包括我在内。月明，当初你说你厌倦了你老婆，要离婚，要带着我离开，我相信了你，我付出了我的一切。现在你一句话要我把你忘了，你就想一了百了吗？你觉得我会就这样善罢甘休吗？就是这里。我已经跟负责人谈好了，他们会让我们的餐车停在这个停车场。这是人潮不错的地方。我们的烈火餐车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。这是我做的 logo， 烈火餐车。什么烈火餐车这么难听的名字，应该叫 Hello 喵喵车。我们的 logo 就是个猫头。喵喵喵喵，我还握啊！我直接放一条号道就好了。哎，好了，你们不要再争了。其实孩子们说的对，应该给餐车想一个名字，等注册、广告宣传，还有申请执照的时候都需要用上。我们卖的都是大家熟悉的本地小吃，讲究的是食材的美味和新鲜，希望大家吃的方便，吃的开心。Happy Taste， 中文就叫开心味蕾。哈，这么简单，这么没有特色。是咯，不如叫 Happy 喵喵车。Happy 战车 ，Happy Taste，Happy Taste。笑到这么恶心，一定是那个手心对手心。你才恶心。Daddy 妈咪，你们看歌真恶心，我去偷看他们怎么恶心。Hello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没有，是我早到了。你怎么啦？我没有想到你会主动约我，我以为你忘记我。怎么会呢？我知道你辞职了，一直没机会跟你吃顿告别晚餐，心里觉得挺可惜的。真的？啊，我觉得你们年轻人应该喜欢吃快餐，所以今天选的这里，还 OK 吧？你要餐厅的话，餐厅也可以的。没关系的，我喜欢这里。你要吃什么？我去点。你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你不吃啊？哦。跟你一起吃快餐的感觉真好，好像回到年轻的时候一样，无忧无虑的。你也不老啊。心老啦。自从工作以后，遇到的每个人，个个都是口不对心，真的好累。要找到像你这样谈得来的朋友，好难。朋友？我们是朋友。当然啦，能够遇到像你这样坦率又真诚的朋友，我太幸运了。
这些都是在你上次给我的电脑里找到的资料。大哥，你这话说的太简单了吧？那可是8000万啊！这笔钱老早就已经汇出去了，汇去香港一个私人户头。你不能让我背黑锅呀！这8000万立刻汇到我公司户口。这笔钱我真的是汇出去了，但是到底汇到哪个户口，我真想不起。你少跟我装！这8000万汇款的事，你知道多少？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你清楚吗？这件事一直都是你自己跟中东的刘总洽谈的。刘总在上海给人谋杀了。难道是银行户口号码？说不定跟被挪用的8000万有关。谢谢。我怀疑这是一个银行户口的号码，我想知道这户口的持有人是谁。好的，有消息，我再通知你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去房间睡吧，这里我来就可以了。啊，我不累。睡到流口水我说不累。真的？骗我！去睡吧，明天上车开张，肯定会忙到喘不过气来的。如果真的忙到喘不过气，我高兴的来不及了。一定会的。希望吧。不知道大家对我准备的食物满意吗？连嘉文嘴巴这么刁的公主都说好吃，我保证，男女老少通杀。我们的消费群众是上班族，没有问题的。你不是常说吗 ？Think positive， 我可没忘哦，你倒是忘了。以前我们穷的时候，在这屋子里，都是我鼓励你，现在换你鼓励我。现在不分你我，我们互相鼓励，互相扶持。这一次，我们把手头上最后的资金都用上了，一定要成功。谢谢。谢我干什么？没有放弃我，没有放弃这个家。你要谢谢你自己。我？要不是你变好，肯回头守护这个家，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也不会有今天的结果。你干嘛？我要感谢老天爷，把你带回我身边。你该感谢的是你自己，是你的坚持和付出，才让这个家现在这么温暖，这么有爱。Hello， 看一下本地美食。Hello， 要吃早餐吗？有免费咖啡。看一下也好。OK。稍微等一下哈。看一下嘛，看一下我们的。谢谢 Hello。鸡腿饭。好，你有了。来。咖啡呢？看一下我们的本地小吃。谢谢。Hello， 看一下本地美食，很好吃的，有各种各样的食物。其实你要什么？本地小吃看一下好吧。来，好了。好了，来。谢谢。来，热腾腾的米香来了。Hello， 食物来了。吃了再来。这个超好吃的。今天我们是第一天开张啊，有特别促销，买一份早餐送一杯热咖啡。麻烦你们帮我们打广告一下啦，跟你们同事说，也
一样来捧场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，来。 Hello， 早安，你好，来看。谢谢你，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。你这样哪里有用？要怎样？看我的 ，Hello， 买早餐送免费咖啡，免费咖啡哦。很多好吃又便宜的早餐，餐车的价格，餐厅的水准，不买也去看看嘛。嗯。哇，你把我的宣传标语发挥得很好哎。那当然，我现在是演促销美女，这叫演技 ，OK？ OK。喂，你干嘛？我已经教你怎么演派传单的戏了，女主角下戏了，去吃东西，拜拜。喂，你偷懒啊！鸡腿饭、咖啡。好，先生好了，记得常来啊，带你的同事一起来啊，谢谢，再见。哎，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买早餐的食客少了，我们过去休息一下吧。好啊。妈咪喝水。谢谢。怎么样？辛不辛苦？大家很应付得来吧？刚才对方你都没有说辛苦，我们怎么敢说呢？下午饭的时候会更忙哦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以为遇见你。没办法，好可怕。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。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